哎，还是没有那几句话。这让我们猜的3句话不在今天啊。没事，我们就带着这个悬念进只到下一集。能说朋友们宰了。那肯定最后那个导师一起揭晓。对，最后肯定有一轮大的复盘，每个人点评的时候会提到。妈呀，好好奇！刚刚我们看到了青岛的第二天，青岛的第二天又不一样了。诗文的状态也是我们之前在镜头里没有看到过的，他努力的松弛和自然了起来，而且至少显得是能够把大家带入进来的。我觉得这个看着感觉很为他开心。但是这个松弛感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诗文跟朗子虽然前后2天在同一个位置上出现，但2个人松弛感还确实有一种性质上的差别。我确实也很好奇，在你们平时包括工作当中，会认为松弛感是一个先天的礼物，还是可以后天修炼的？我觉得肯定是后天能练的，因为我就特别明显，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害怕面对那些权威的人。那你第一次看到张泉灵老师的时候，感觉就是我那么拽，我要是以前碰到张泉灵老师，我肯定就会特别紧张，毕恭毕敬，然后看完泉灵老师的眼光就会就是以最礼貌的方式跟泉灵老师交流。那为什么现在不礼貌了？因为我发现泉灵老师他可以接纳我的不礼貌。哇，你太会捧人了，我接到过的最高礼赞了，这已经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是像松弛感、自信、勇敢这种词儿，你不要去想它，因为它这个东西是一个标准，我们往往是拿这个标准来验证自己没做到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说我做到松弛感的时候说我今天真松弛啊，你很少有拿这个词儿来表扬自己。你会发现你经常会用这种好词儿来标准来要求自己，来约束自己，而不是过来表扬自己。所以说我经常会觉得，当你想练成这种好词儿的时候，一定要忘记这个好词儿，因为松弛感它是没有一个界限的，它不是说有一个标准到这儿它就是你就松弛了，它可能在这儿也是松弛，在这儿也是松弛，所以你没办法说拿这个词儿来要求自己，说我有没有松弛感，我会不会松弛。去目标化的，而且它是情境的。对在有些情境里，比如说，我觉得你就是让子琪很松弛的一种情境，就是你一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开始就会不由自主的松弛起来。其实你已经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松弛的这个触发机制。哎呀，你看，所以说后天怎么练，多跟我在一块儿录节目。关键点就在这儿啊。俊林呢？啊。你看不松弛了，快俊林，松弛，快！哦，我要想想怎么松弛。啊，我也认为是松弛感是可以后天训练出来的，通过每一次不断的试错和调整，是可以找到那个度的。就像我主持的话，其实或多或少最开始都会有那个紧张的感觉的。我认为那个紧张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就是因为你非常重视它，你非常珍惜这一次的机会，然后这一次的机会可能是一个你以前从来不敢想，但是你突然有一天你就站到那个舞台上面去，所以你会对于自己会有那种很高的要求。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有些时候紧张带来的那种感觉，会让自己大脑更加高速的运转，然后也会减少这个出错的概率。是的。我认为就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你可以去回看自己当时的那个表演的整个过程，然后你再通过你自己回看之后，不断的进行调整，然后也不断的适应这样子不同的场合，然后来慢慢的找到一个自己在台上感受到舒服的状态，然后观众也感觉舒服的状态。我就觉得这样慢慢的你就能够培养出那样子的，就是观众评价的松弛感。我其实就是如果拿这个短片里就是主持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就我认为松弛感不太应该是个目标。我要去追逐，我要松弛。我觉得这个松弛感来源于就是你不断的成长和磨练之后，对自己专业底气的一种提升之后，一种伴随性的收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个暖场的那个玉哥，你说他为什么松弛？你说他是在追求松弛，我明天一定要松弛，不是，是因为他对这个场合已经游刃有余了，他对这个场合和对自己的专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心里有数了，觉得我可以有的放矢了，所以他伴随性的产生了一种状态叫做松弛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就是把松弛感当做就是主持人要追求的一种目标，我觉得有点奇怪的。你就自然而然到那儿了，你就会伴随的收益到这个的。是的，但这可能需要经验积淀。我觉得松弛感可能更多是，不害怕。你像大家经常说上台会有一些紧张什么，但是你发现2岁或3岁那种小朋友，你让他上去唱歌，其实
他一点都不紧张。是因为他不在意台下人对我的看法。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自信吧，自信，然后随着慢慢经验的丰富，可能会更多的允许自己犯错。小时候是不知道会犯错，然后长大后允许自己犯错，然后就慢慢就松下来。这也是松弛感，怎么跟这个世界的眼光相处，怎么去和解这件事儿，确实是挺难。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冯林师姐在现场刷直播，因为是直播嘛，直播就有弹幕就有评论，她是直接能刷到的。我猜孩子们在现场也会看，我觉得自己好容易正式的出了一次镜，大家到底怎么评价呀，也是会看的。比如说我们凹粉就会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发弹幕，所有的这些对每一个人的评价都会看到。大家看到自己被人讨论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那它会扰动到你的感觉吗？好评、差评，甚至恶评？老会了，我觉得。我第一次当时上完那个脱口秀节目，那个时候就是属于那种你会上瘾似的去看那些评论，因为第一次表现挺好的，太好了。对，所以说你会上瘾，因为你会突然发现你多了很多，你不知道在哪儿人给你带来的那种善意和鼓励，就那个东西就是很神奇，他们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单纯看了你在那儿表演过来给了你一个鼓励，这个鼓励就是很纯粹的，是很就基于你在这儿表现给的，所以说他就不带有任何其他色彩嘛，就你也相信他一定发自真心的嘛，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被这个东西给上头，对，上头就上瘾那种，就是因为你会感受到这个被这个带来巨大的那个情绪力量。那你会在比如说社交媒体上搜自己的名字吗？作为关键词，然后看大家对你的这种评论？会啊。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搜的多，但发现有了恶评之后搜的就少了。好真实，太真实了。那你这个心态也会有这样的转变吗？会有呀。当你需要说服自己说我不要在乎这些恶评的时候，你一定也在说服自己，我同时也不要在乎那些好评，因为你如果在乎好评的话，你必然会在乎恶评；你要在乎恶评，你也必然会在乎好评，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那你现在进入到哪个阶段？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要看那些评价，哪些评价能够帮助你变得更好一点吧。有养分的、有营养的评价。对，就是你不要让它影响你的心情了，就更多的是知道大家现在对你的认知，以及大家现在看待这件事情的认知会是什么样，你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去评判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俊林呢？我跟志胜老师还是我觉得都很像吧，就是好评和恶评吧，对于我来说心情的影响也不会很大了。但是也会去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整个舞台的一些评价，对。但是单纯如果说，可能一个恶评或者一个好评，这样当然好评我会很开心，非常开心。是恶评我就说你不懂，需要这样一点抵御力，内心足够硬。对，就对我的那个情绪的影响倒是不太大了。但是我就是会去考虑，就是说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做，去进行什么样的尝试和突破，这个是我考虑的更多的问题。如果大家伙特别想听的下一首歌，跟你内心特别想唱的下一首歌，正好是两个方向，你会倾向于坚持哪个？我会做很久的纠结，真的。你下次就唱串烧，只唱串烧。子琪呢？刚才志胜说，就每个人都会在网，你会吗？你会网上搜？我不太搜，现在就是我刚出道那一阵子，可能播第一部戏的时候，我有去搜一下自己，但是后来我就基本没有做过这个动作。那有个转折点时刻吗？就什么时候开始就少了？也没有个特别明显的转折点，就是我觉得无论我做再好，也不会所有人都喜欢我。网上就是哪怕有一些对你负面评价也好，或者说攻击你的也好，他其实了解的只是可能不完整的我，或者一个片面的我。我评论别人不好的时候，也可能我了解不是完整的他。他都了解你不完整，你还去跟他在乎他说的话干嘛呀？哇，这个大智慧太好了。就每个人其实都有一段时间想收获整个世界的喜欢，就觉得我竭尽全力，我这么如此优秀，每个人应该都看到我的好。就你刚才那一句是特重要的一课，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特别
好的把这一刻修炼到，就你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受众是多么的多元，总有特别喜欢你的人，但总有同样哪怕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点，也会让很多人很不爽的。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喜欢你的人更喜欢，讨厌你的人就去你的。他说的是你不懂，你说的是去你的啊！每个人一句真言。我说的是我爱你们，你最假。哎，乐言之前刚刚上《心动的信号》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圈，那一下的那个速度之快，我觉得对于每个普通的人来说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了。但那3天我断网了，自己跟自己断的。对，因为我是被骂上热搜的嘛。啊？但是当时是因为有一些小事件，可能是基于我职业的一个反应。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做主持人，就是作为一个绿叶在旁边，然后上了《心动》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好像有点主角那种意思的感觉的一个角色。然后刚开播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是会经常搜的，就当然会看到一些评论啊什么，看到开心那就很开心嘛。然后那个事件爆发了之后呢，我其实有一些预感，然后我就提前跟单位请了5天的假。我那3天我就直接断网。想起来了，对，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因为明哥当时好像还给你发了消息，对，然后我断网了之后我觉得得益于我这个做媒体人的这个职业素养，就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3天我就完全的信息闭塞的状态，对，然后后面就慢慢的事情就平息下去了，然后现在也有了很多。如果你断网了之后反而发酵了，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呀？发呗。对，发呗，情绪稳定。就是我觉得真的说的特别对，发呗，就发呗，那你能怎么样呢？你现在冲出来说吗？就是相信你的人会一直相信你，不相信你的人只会觉得你百口莫辩。对，他说非常有道，而且每一次出来再多说一句，就会成为全新的靶子。对，然后浪只会越来越高，这个海啸似的。对，当时都靠明哥给我寄那本书撑过来。好家伙，哪本书我也需要撑一撑。此处还有植入呢。植入有。大家要不要去上海书展？我们看一下那个到底是哪本书呢？湖南教育出版社的。给我看，我这个东西给你弄好广告味了。这本书名字叫《有聊》。有聊，大家。但是当时确实是听了很多播客，然后也看了很多书，然后就没有太管互联网上的事情，然后就过来了。然后后面就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对，老师们肯定都比我见的大风大浪多了。然后现在你那个力道太足了，太猛了，那个时候，千钧之力。对，但是我就觉得，因为自己做媒体嘛，然后其实像子琪说的，很多人对你的了解只是源于那几秒钟的一个切片，但这个切片不能代表完整的你。哎，这件事真是我觉得是违背我们这个物种本能的。就人类是个群居物种，我们肯定会在意周边人的评价，但是我们脑容量是150个人。对，就是我们只能在一个150人的群体里，我们的大脑接纳150个人对我们的视线评价，我们去做出反馈，这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生物意义上的极限。但是媒介是一个放大器，可能一夜之间有150万人的声音进来，这对这个物种是毁灭性的。我们会有很多的波动，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外部的眼光？所以有的时候会在意，又会不在意。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才有了观察类节目嘛。你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叫演播室观察类综艺。他们在里面，我们看着他们，我们在给出我们的评价，这也是一种视线。弹幕看着我们，再给出评价，还有很多弹幕看着弹幕，给出弹幕的评价，评论开始给评论的评价。我们活在一个嵌套的被观察的世界里，这没办法，每个人都成为警官，我们必须得学会一步一步的学会怎么去跟这么多眼光凝结而成的这些语词去相处。孩子们已经开始经历了，在他们最初在主持这个祈祷演唱会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些许评价，但是我觉得真正大量的评价蜂拥而至，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每一期孩子们的一点一滴的表现在舞台上就被那么多视线去把每一个动作揉碎了、掰开了审视。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类能够经得住这样的审视，但这也是代价。孩子们已经走到这条路上了。就是当你在这么多眼神里被这种浪扑过之后，一定要记得以下这句话，因为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不管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百事可乐。另外呢，怎么可乐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你购物、外卖、旅行就上淘宝，万能的淘宝天天有优惠，纵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到这儿为止的我们倒数第2期的观察也就告一段落。观察和评论的力量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走到了第9期，下一期是我们最后一期。第一，我们的灯能不能亮，下一期揭晓。第二 ，offer 发给谁，下一期揭晓。第三，发几个 offer， 说的是一个，但是不知道，真不知道，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但最后也可能就是一个，谁知道呢？下一期一切就会揭晓，下期见，拜拜，拜拜。这一周我们将进入到上海，看一看上海书展这一组4人情况怎么样。咱们就出发，出发吧，出发，走 Let's go。好帅气啊！哎呀，挺有感觉的，这是我想看见的。最后一站，各位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子泰。我是主播林卫，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一次2025上海书展的核心地带。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七海制造局的设计师兼负责人。上海书展已经举办了21届，成为上海1年1度的文化盛事，让书成为了向多维度延伸的城市文化媒介。好，非常好啊！不错，不错，不错，好自然流畅，好自然。哎，太棒了，太棒了！去大会议室吧。我天哪！来了，朋友们。好，我来宣布一下成绩啊。直接来呀！这个考核分数达到100分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终极面试。其实这个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就是每一次都如此。而且直接涉及到能不能进到终极面试。你现在能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觉着你可以去拿这个 offer 吗？张希老师也这么直给的吗？这回到8个课题也都做了尝试，还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方向吗？在今天进入到最终面试的人当中，除了你之外，你认为还有谁有可能会拿到 offer？ 这个提问，就是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记在了我的心里。还是记住那句话，即便你不相信你自己，你也要相信我，你是最棒的。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你有这个能力，我对你也是充满了信心的。雨佳，你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压力和挑战还在后头。你的学习能力无需再去反复证明了。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季全部实习生及带教入场。接下来是您颁发这个 offer 的时刻，掌声，有请舞台。那么这份工作的 offer， 我们打算把它颁发给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双11上淘宝更优惠。本节目由天猫双11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令人心动的 offer， 用尽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聪明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get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兆，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y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7季点映礼包11月3日开启预售，抢先看 offer 花落谁家。
11月6日19点解锁第10期上中下集直通大结局。11月7日至11月9日19点团建番外篇精彩花絮实习生 Vlog 等你来看。